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欢迎大家来到加拿大湛山空中法堂，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菩萨品第4，佛陀想派遣菩萨弟子去看望维摩诘的病情，他们亦都不敢胜任，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智慧、辩才和境界，都不是维摩诘居士的对手。到最后呢，就只好派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去向维摩诘居士问病。在《维摩诘经》文殊师利菩萨品第5是这样说的：他说，一世世尊对文殊师利菩萨说说你去探望一下维摩诘的这个病情吧。那么文殊师利回答释迦牟尼说他说，世尊他说要面对他这样一位善智之人是很难应对的。他说，维摩诘居士了解一切诸法实相，善于解说佛法的要领，辩才无碍，智慧高深。他说，维摩诘居士这位大菩萨，对菩萨应有的一切法则礼仪，他都完全明白。对诸佛密藏的深奥法理，他都非常的通达了解。他还说维摩诘居士善于降伏种种魔障，神通广大，善于应用他的智慧善巧方便，所有的众生呢皆可以得度。他说，维摩诘居士尽管如此的大智慧跟这个大境界，他说我呢仍然愿意承担佛的这个圣旨前去探望一下这个维摩诘居士的病情。于是呢，这个会众中的这个大菩萨、声闻弟子第4天的天王梵天的天王，以及这个释天王等很多天人心里面都在想，现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还有维摩诘居士2位这个智德超群大士他说这2位即将共同来做一个对谈他说一定会说出佛法最奥妙的法理所以一时之间呢，有8000位菩萨500位声闻声闻就是佛教里面有这个声闻弟子，有菩萨弟子所以有500位声闻弟子和成千上万的天人，都要跟随文殊师利菩萨一起去见维摩诘居士。就这样，文殊师利菩萨以至菩萨、佛弟子以及很多天人他们就向释迦牟尼佛恭敬顶礼之后那么大家就跟随文殊师利菩萨进入毗耶离大城去了。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还有维摩诘居士的背景
文殊师利菩萨是古佛在世啊，他原来的名字啊叫龙种尊佛，也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很早以前就成佛了。那么现在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来化度众生，我在娑婆世界化现为菩萨。那么维摩诘居士也不是一位普通的这个居士啊，维摩诘居士也是一位古佛在世，原名金树如来，也是为帮助释迦牟尼佛，我化现为菩萨。那么这两位大菩萨的降面啊，一定会为这个佛教啊产生很大的影响啊，它一定会演扬妙法啊。所以就像我们常常所讲的啊，是啊，一佛出世啊，千佛护持，释迦牟尼佛啊，示现到这个娑婆世界来度化一切众生，弘扬佛法。那么有很多的佛都会供着释迦牟尼佛来帮他啊弘法利生啊，所以这个叫一佛出世啊，千佛护持。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他心里面就在想啊，他说文殊师利现在正以很多的佛的弟子啊，还有天人到我这里来，于是呢，他是应用他的这个神力啊，让他啊住的这个房间里面呢啊，就把所有东西都全部清除干净，把他的这个房间里面陈设的东西还有侍者都移走了啊，只剩下一张床，并做出生病的样子啊，躺在床上。文殊师利菩萨来到维摩诘居士家里面啊，见到室内空无一物啊，只有维摩诘居士独自啊躺在一张床上。这时候啊，维摩诘就对他说啊，说你好啊，文殊师利菩萨，欢迎你到我家里来。他说虽然无来之相而来到我这里来，所以不见之相而降此一切。好，你看这个维摩诘居士见到文殊师利菩萨，就给他来这一句啊，这一句话啊是很深的义理在里面。那么文殊师利菩萨也不是一位普通的菩萨，他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大家听听他是怎么回答什么？他说啊，是的，维摩居士，如果已经来了，便不再来；如果已经离去了，便不再去。文殊师利菩萨就解释说为什么呢？因为来的人并不知道从何处而来，去的人并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一切可以见到的，即时又已不可见了。这两位大菩萨第一次见面，可谓是高手过招啊！两个人的意境啊不分上下，说明了这个法界本住啊，这个法界如如不动啊，不来亦不去啊！世界所有一切法本来就没有来，本来就没有去，来跟去只是一个希望相而已。在一切法的本体来讲呢，它是如如不动的，法而如是。那么至于这个见呢，是离见不见啊，这就是进入了无为法的这个境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的形象都是有为法的。什么叫有为法呢？就是因为都是因缘和合而生起，因缘和合而消失
都是幻化不实的，真正的一切法的本体，它是如如不动的，这个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好了，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代表释迦牟尼佛见到这个维摩诘居士两个人相一见，那么想过一下招两个人的这个智慧都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就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他说：居士，你的病情还能忍受吗？经过治疗之后有没有好一点呢？你不会有事吧？他说世尊极为关心你向你致以无限的问候居士，你这个病是因什么引起的呢？生病有多久了？应该怎么样治才能够治好？这个时候维摩诘居士就说我的病从痴迷而生贪爱，则我病亦由此而生他说，因为一切众生都有病，这个病来自哪里呢？病来自于贪爱所以大家好好听我们很多众生都有病，我们的病来自于贪得无厌，来自于贪爱一切法，所以被一切法所染污了。他说呢，因为一切众生皆病于贪爱，所以我便得病所以维摩诘居士之所以得病，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得病了。他说，如果一切众生的病都得以消除，那么我的病也就没有了。这就是菩萨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升起一个大悲心看到众生在受苦，所以呢，他感同身受自己也觉得有病，觉得自己痛苦。那么维摩诘居士开宗明义说出了生病的根源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老人家病了。维摩诘居士说为什么呢？因菩萨为度众生故，日以生死你看，菩萨为了要度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所以呢，他只能进入生死。他说，既然有生死，则有病苦如果众生可得离这个病苦，则菩萨也就不会再有病了。那么在维摩诘经里面，维摩诘居士举了一个例子很好。他说，譬如呢，富有家里面有一位独生孩子，那么这位独生子得病了他的父母也会随之病倒如果这个儿子呢，他的病全都好了，那么他父母的病也就自然好了。他说菩萨也是这样对一切众生爱之如同子女所以众生病则菩萨病。如果众生的病好了，那么菩萨的病也就好了。还有呢，他说，你问我这个病是因什么引起的？他说，其实菩萨的病都是由大悲心所引起的大家好好听就菩萨本来没有病，他没有任何痛苦，为了要度化众生到了娑婆世界来，那么
来到娑婆世界，那么就有生有死啊。既然有生死，那么他就有病苦啊。那么因为他有大悲心去救拔一切众生啊，所以他有病啊。所以这是菩萨的病跟我们一般人并不一样啊。在这里面呢，第一个问题，这个维摩诘居士回答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啊，为什么有病啊？就是因为众生有病，所以菩萨有病，就是说明这个菩萨的悲心宏愿，把我们所有一切众生当成自己的孩子啊。众生的痛苦就是佛菩萨的痛苦。好，我们现在讲啊，这个第二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问啊，说：居士啊，你室内何以空空的？竟我一人侍候。那么维摩诘居士说啊，说诸佛如来的国土不也是空空的吗？啊，这里面很有这种禅意啊。文殊师利菩萨就在问他，他的空以什么为依据呢？啊，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以空为空作为依据。什么意思呢？啊，这里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维摩诘居士意思是说，以我的心智观一切法空啊。还有呢，他说我这个本人的这个我的心智不空啊。一般人来讲都是讲一切法的空的，但是往往你会执着你自己本身你的观点立场看法，你能不能破除你自己的这个执着呢？啊，有的人就是法空啊，这个我不空啊，这就是修行的境界的问题。维摩诘居士啊，他的意思是说，以我的心智观法空，还有我的心智不空啊，观法空的心智也要把它空掉，才达到物我俱一啊，这就叫毕竟空了啊。就是我们要观一切法，要知道是空的，但是能观之心也要空掉，这叫空啊。那么文殊师利菩萨又问了，既是空的，空怎么还能够平击空的作用呢？啊，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要以无分别心日空，才明白空的作用。什么意思呢？维摩诘居士的意思是说啊，他说以无分别智观空，从而呢知道一切法空啊，观空的智也要空掉，这才究竟。文殊师利菩萨又问呢，说空还可以加以分别吗？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这个智空和法空可以分别吗？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说分别本身也是空啊，这个境界太高了哈。分别本身也是空的啊，因为一切法无分别，连分别也要空掉，这才是大乘解脱的境界啊。文殊与这个维摩诘这一段这个对答，主要是阐明空的真谛啊，就是要我们不着空啊，才是真正明白空的内涵啊。一切法无分别，连分别的心智也要把它空掉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体证到空的妙义。刚才讲到这一段经文呢是比较深对于我们好多同学刚刚听经的人是有难度。
那么对那人修行了一段时间的对经典有稍微这个研究学习呢可能会慢慢能够明白。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一切万事万物，你能不能把万事万物透过现象去认识本质，知道它是空的。同时你要明白，你认识的你的这种心智也是空的，包括你的分别也是空的。那么这样才是真正对空的体悟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那你就能够得到解脱就像我们常常讲，有的人想去做布施想做一件好事，但是他没有智慧，他就会执着这个名利益关系到最后惹来好多痛苦跟烦恼。那么佛教里面，他要让你做到三轮体空就是能布施的人所布施的对象，还有布施的过程，你都不要去执着它。当你做布施的时候，你是从大悲心发出来，你去做这样善事，做完以后人家有回报你或不回报你，这对你都没有关系。这样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在行布施那么不管修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或者是修一切法都是一样的道理。佛教里面是一通百通就是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其他都是一样。好，我们现在讲第三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在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说：居士你的病有何症状？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文殊师利既然知道维摩诘生病之原因，又问这样的病有什么症状，那么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我的病并没有什么症状，所以看不见。有的人不明白这个维摩诘居士为什么轻描淡写就回答了这两句话。大家要明白，由大悲心所产生出来的这种就救度众生的这种悲心我事先有病，当然是无相之病所以说呢，我病无形不可见。菩萨之所以有病，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佛之所以呢，他示现日涅盘，都是让我们众生从中去得到体悟包括我们看到的好多高僧大德，他示现生老病死表面上看起来是很痛苦他是从菩萨本身来讲，他已经远远超越这种痛苦，他是为众生我示现有病这一点呢，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们不能用凡夫肉眼来看诸佛菩萨，来看这种有修行的高僧大德那么你就错了。佛教里面讲，对任何的事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心里面染污的，看到一切都是染污的；你心里面清净的，看一切都是清净的所以就像《华严经》里面所讲，若人一了知三世一切佛，印光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现在讲第四个问题
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说：“你这个病是关系到你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换一句话说，你说你生病了，你究竟是身体有病呢，还是心里有病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我的病不关肉体，因为呢，肉体本身是一个虚幻的、一个组合的、不实的一个身体。他说我这个病呢，也不关系到精神方面的，因为精神本质是虚幻不实的。那么这个时候，文殊师利菩萨就问他说：“那既然像你这样讲，那么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假合我有的这个身体，如果这个身相离散了，那么四大会有什么样的病苦呢？”维摩诘居士就回答说这个病非关地大，也并非与地大无关。诸如其他的比如我们通常讲地水火风四大嘛他说像其他的水大、火大、风大，也都是这样的道理。病患呢，他说既不在这四大里面，但也不能说跟这个四大没有关系。这个就很妙就是我们的病，你说跟四大有关系呢，还是没有关系？他说一切众生的这个疾病都是因为四大不调，以众生有病，所以我有病你通常说我病了，那你首先了解一下，你是精神上有病呢，还是身体上有病呢？是生病呢，还是心病呢？如果是生病呢，那么跟你地水火风有没有关系？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意境你们慢慢去参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刚才问过维摩诘居士的病因他为什么病呢？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众生有病，所以他有病。那他病状呢？病状他说他没有病状，也看不到。那么现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自己认为这个时候应该来慰问他一下那他病就是应该怎么办那么这时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便问这个维摩诘居士说那么菩萨应说什么话去安慰另外一位有病的菩萨？他这个时候，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很有智慧他这个时候就说：“那我想请问维摩诘大居士你，菩萨应该说什么话去慰问另外一位有病的菩萨？”维摩诘居士就说他说菩萨应告诉他肉身无常的道理但这并不是说要远离此无常的身体所以大家要了解他说的这个道理，就是我们众生有病因为我们肉体是无常的，但是也不是让我们去远离我们这个无常的身体。为什么呢？因为身体虽然是假的，但是我们要借假修真我们才能够修道成佛才能够去广修一切善法没有这个身体你怎么修？我们在听佛法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偏激我们一定要学会取之于中道远离二边的执着，这样才是真正的佛法。他的菩萨呢，应告诉他身心会有苦的感受，但这并不是说要执着于涅槃之乐就是说当我们
去安慰一个病人的时候，要告诉他，你身心会有苦的感受，但是不要去执着于涅槃之乐。有的人就说人生太苦了，然后他就会去贪求涅槃之乐。那么从究竟佛法来讲的话呢，这个也是不圆满。因为呢，这个大乘佛要叫你证到不我法门，也就是说解脱法门。有苦你才会感受到有乐，有乐你才会感受到有苦。离开乐没有苦，离开苦没有乐。所以你要超越苦跟乐，得到那种清净寂静，才是真正的快乐。菩萨应告诉他，肉体呢只是四大的假合，实无自我。就是作为一位菩萨，安慰一位有病的菩萨，也告诉他他说我们这个肉身都是地水火风四大之合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自我。但这并不是说因为了知了一切空相，我放弃了教导众生。就是有的人觉得这个佛教里面讲四大皆空然后呢就很消极什么都不去做了这个是对佛教空错误的理解。我们要对这个空正确的了解是什么？要真空妙有，妙有真空，两者它是不即不离的。真空没有离开妙有，妙有没有离开真空。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由四大之合而成的都是空不可得的。但是我们发大菩提心去度化众生，这个菩提心不能束缚掉，不能放弃掉所以我们要积极的去度化众生。菩萨应告诉他的肉身是空寂的非实有的。但这并不是说只致力于寻求毕竟不生死的寂灭就是我们不能去执着那么菩萨应告诉他，应当忏悔从前的罪业因为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孰能无过因为我们都不是圣人嘛，做错了我们就要忏悔。我并不是说要停留在过去，就是说我们过去犯的错误，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忏悔，我们要往前看要面对未来不要老是停留在以前做过什么错误的事情，然后心里难过，每天痛苦，停留到过去，这就不对了。菩萨应以自己的小病推己及人，怜悯众生的生死大病就是当我们有时候生一点小小的病，我们就想到别人生病的时候的感受所以这个时候升起一个大悲心，去怜悯一切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当中受到种种的那种痛苦。他说菩萨应认识到在过去世中自己因为修行我受的无量苦难应当要悯念饶益一切众生就是我们自己要常常要这样想要在过去世中自己没有修行，所以我们祸业苦，我们受了种种的苦难那么你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想到其他人要去悯念饶益一切众生。他说菩萨应回忆珍惜长久以来所修的福业，要坚持正念，以净化宿命，免遭忧伤苦恼勤加努力不懈他说菩萨应担当作为良医的使命，以治疗众生一切苦恼的疾病就是我们这个菩萨要像一个好的医生一样，去帮人家治病，帮人家减轻一切
众生的痛苦，这是我们的职责，我们的使命。菩萨应如此的去加以安慰另外一位有病的菩萨，使他心生欢喜呀。就是有病的人呢，我们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引导他们，去安慰他们，要让这个病人心生欢喜。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小结是什么呢？就是菩萨的病虽然与身心无关，但也没有离开身心。我们的身心大家都知道都是假合的，但要借假修真我们不执着烦恼更不要去执着这个菩提或者是寂灭终日要念众生诸苦而起大悲心，这个就是菩萨的修行好了，我们讲第5个问题。文殊师利菩萨就问的维摩诘居士他的居士那么有病的菩萨怎么样去调伏其心也就是说，应该如何调伏自己的心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做一个有病的菩萨，怎么样来调伏我们自己的心？维摩诘居士回答说有病的菩萨应做这样的思考来调伏你自己的心他说：如今我生病了，都是因为从前妄想颠倒，从而生起种种的烦恼。他说身体既非实有的东西，那么谁是病患之人呢？这很有意思就是说妄想本来是希望不实的，究竟有谁受病呢？你们大家好好去参呢。为什么呢？他说身体是由地水火风4大假合所生，而4大并无我的主宰所以我这个身体也没有一个我的主宰。这里面有一个实实在的我的话呢，那么是谁在受苦还有呢，他说引起这个病都是由执着我所造成的，所以对于我便不应该要坚持执着。大家要知道，我们人有很多痛苦，好多烦恼，有好多病，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执着执着有个我，所以你就有好多的烦恼。既然已经知道病的根源，就要断除对我和其他众生的分别执着当我们一个人烦恼痛苦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呢，你就打坐或者诵经或是拜佛或者持咒，让你日定，让你没有分别心，让你不要去执着，你的痛苦自然而然就不见了。就像那个早上的这个露水遇到太阳照射以后就蒸发掉了，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当真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应当要这样的思维说这身体只是正物质的组合体。你看我们这个身体是有各种各样的物质组合在一起的他说出生时不过是正物质的出生，那么这个生死亡的时候也不过是很多物质的死亡，因为这个身体都是一个各种各样的组合在一起的一个身体，它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身体。况且呢，这生物与物个个并不知道或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当这生物质出生时，他们不会认为我出生了；当这生物质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认为我死亡了。这就是正所谓的起时不生扬我起灭时不生扬我灭的道理那犯病的菩萨为了灭除执着，
实有之法的想法，内心就应该要这样想了。说这种执着实有之法的观念，同样的也是颠倒迷之的误解。我这种误解也是犯病的根源呐。我应该要舍除这种迷执。我们做一个有智慧人，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就要去体悟这种境界，要有这种内观的功夫啊。那么如何舍持这种病呢？就是要舍持自我观念和占有。如何舍持自我观念和占有呢？就是要舍持我执还有法执，这样才是舍持我执与法执呢，就是不去思念那种内在的喜怒哀乐爱恶六情的我。你看我们这个我常常是变化的角色，有时候开心，有时候不开心，有时候微笑，有时候悲伤啊，有时候你看起来很可爱，有时候你看起来觉得很难看啊。所以我们人呢，就在六情当中变化莫测。我们呢，要常常思念那种内在的六情的我和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法，以致内外对立，从而生起许多的差别相。如果能够内外之法行于平等，则不但知法没有差别，即使我与十方知府也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众生与佛平等，平等没有差别。只要把我们这个我执还有这个法执把它破除掉，那么你就能够感受到你与佛是平等，平等没有差别。文殊师利菩萨这个时候呢听到这个维摩诘居士讲这道理以后哇，觉得这个菩萨很不错开导很好所以维摩诘居士这个时候就对文殊师利菩萨说犯病的菩萨便是应该这样来调伏自己的心，才能为众生断除老病死等种种的苦恼。这就是菩萨的菩提觉悟之道他说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菩萨修行则内无智慧，外无利益，一切努力将归徒劳。他说呢，纵然能战胜所有敌人的勇者，才被称为英雄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人最重要，你要调伏你的自己的身心。你能够调伏自己的身心的人，你就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说，能为众生调伏老病死的人，才能堪称为菩萨。大家好好听能为众生调伏老病死的人，才能够堪称为菩萨。不然的话，你就没有资格作为菩萨。维摩诘居士就叫一声文殊师利菩萨说因度众生而有病的菩萨，还应怎么样？还应该这样来调伏自己的心。一方面不能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另外一方面也不能不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所以你要超越两边，你才能够得到证悟到中道的妙理为什么呢？因为若执着于不调伏众生之心，是愚人的所为。他说反过来，
如果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这是声闻小乘法所为。所以菩萨不应当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和不调伏众生之心，能脱离这两种心态，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在于生死轮回之中，却不为贪嗔痴三毒这个恶业污染你的净行。虽至于涅槃境界，却让在出世间而不永养密度，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以圣贤心行凡夫事，不做凡夫的操行，也不做圣贤罗汉的操行，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不执着于善法，也不执着于不善法，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然以这个魔同行，而显示降伏一切众魔，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呢，虽然追求成就一切福智而不急求成，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然洞悉之法本寂，也能安置在不生不灭的空中，但却常出世间而不入于正位不入正位就不入于小乘的果位不愿永至涅槃，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虽然呢洞悉十恶因缘法，了悟缘起性空之意，而能随意游走于邪见之中，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摄受护持一切众生，但不会生这个爱众生之贪着，这表示菩萨度众生的修行。虽乐于远离一切虚幻相就是说，虽然呢乐于远离一切希望身心相，但不采用于身心秘境的方法，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虽往来于三界生死，但不损本来空寂的法性，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虽观诸法空寂，而不舍有为，以培植各种功德，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虽作无相观，而不舍众生，化度众生，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虽无造作业的行为，而是向受生之身，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维摩诘居士还讲了，他说，虽至于不起念的境界，而仍生起一切善行以度众生，这便是菩萨的修行。虽奉行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波罗蜜，而仍遍知众生心所有的各种思想现象心术，这便是菩萨的修行。虽能行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神足通、宿命通、漏尽通这6种神通，而乃为度众生尚有少许烦恼存在，显示有漏烦恼之相，这便是菩萨的修行。虽时时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但却不贪恋，因此我能投生于梵天处，这便是菩萨的修行。他说呢，虽已修得四禅四空定、八解脱和三种三昧之乐，而不让随报往生依
是禅天或是空天，这边是菩萨的修行。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这个菩萨度众生修行讲了很多包括还讲的这个37道品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的把这个菩萨行全部把它列出来。他说呢，虽修行止观法，可增加定力以慧观之力，能作为日涅盘的助道法，但终归不让落至偏空寂灭之境界。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修行诸法不生不灭，我并会不顾自己的形象，以好的这个形象庄严其身这便是菩萨的修行。他说，虽行住坐卧表象声闻辟支佛的威仪，而不舍大乘佛法，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他说，虽随诸法就近清净相而行，而随缘应机事项种种发生，这便是菩萨的修行。他说了，虽观佛国净土寂静如虚空，当唯度众生，故应众生所愿而设向各种不同的清净佛土，这便是菩萨的修行。他说虽已得成佛之道，转正法轮，进入涅槃境界，而仍然不愿舍离菩萨道，不入涅槃，这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已得成佛道了，进入涅槃的境界，但是他依然不舍这个菩萨道，他还照样的这个度化一切众生他虽然能够已经到了涅槃境界，但是他不知涅槃不知涅槃，这就是菩萨的修行。那么就在这个维摩诘居士这样说法的时候追随文殊师利菩萨前来的大众中，有8000位天人，当下听到维摩诘居士这一番精彩的开示之后，皆发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心在佛经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就是当佛或者是菩萨在说妙法的时候呢，好多人当下发菩提心，当下证道所以在法会上这种加持力是很大的。好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就把这个维摩诘经里面的就是其之精华没有得全部的细讲就是讲的扼要的提出来做一个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文殊师利菩萨代表释迦牟尼佛去看维摩诘居士的病，那么通过这个看病的因缘，两位大菩萨在扬扬妙法从中来启迪我们的智慧是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明白那么具体的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维摩诘经的原文。那么本讲的结语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菩萨为什么有病有好多人就很奇怪，说维摩诘居士既然是一个大菩萨，已经证入般若法门的境界了，已经得到大解脱了，他为什么有病呢？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讲完以后，大家记不记得维摩诘居士回答文殊师利菩萨是怎么回答的？他为什么有病呢？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等病，所以菩萨有病。
为什么菩萨有病苦呢？因为看到众生呢，每天都在贪嗔痴慢疑里面造罪、造业，将来就会受这个果报，就会得到痛苦。这就是我们常常讲，众生为果，菩萨为因啊。众生要等到果报向前，他知道哦，我后悔了，我做错了。菩萨不一样，菩萨起心动念都说，这个人现在很危险的，他这个念头是不好的，将来他的思想也不好的，思想不好的话，他行为一定不好，行为不好，将来的果报也一定是不好的，叫后业苦嘛。所以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等病，所以呢，维摩诘士才有病。第二呢，菩萨如何慰问有病的菩萨呢？菩萨应以自己的小病催己及人，理命众生的生死大病我们现在的这个小病，那么你就会想到众生在这个生死轮回里面，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那种痛苦你要有这样的一种慈悲心。第三呢，有病的菩萨如何降伏其心？那么维摩诘居士认为呢，菩萨不应当执着于调伏众生之心和不调伏众生之心，若能超离了这两种心态，便是菩萨度众生的修行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维摩诘经第5品，也就是文殊疏利问疾品这一品的要义今天就讲到这里。那么最后，我们把今天讲课的功德、听课的功德回向给世界所有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请大家跟我一起合掌做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专扬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南无